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，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，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泪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。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，奔跑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碧云泉煮茶记忆机，纯水煮茶，茶更甜。邀您观看西北岁月。蓝同志，特务把新洞都烧毁了，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。根据特务的交代，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，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。但目前的情况看，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，目前无法判定。这个魏海我了解，非常极端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就算是所有人走了，他也不会走，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。时间不多了，潘仲，你带队，以中心舞台为圆心，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的搜查一遍。是。走。跟小黄说，西周营那边再加一个警力班。是。所有人听好，我们以舞台为中心，周边所有的商号、店铺、民居，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，一定做到万无一失，确保大会的安全。是。
同志们、朋友们，昨天啊，在天安门城楼，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今天是10月2号，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。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，检阅自己的力量，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，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。我们向全世界说，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世界和平万岁！100年来啊，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，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，现在胜利了。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压迫者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，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。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，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。毛主席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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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长，没有。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，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，陕甘宁清新5省已经基本解放了。处长啊，但是全都搜了一遍了，我们还要没有发现危害的踪迹。最大的力量，可一点也没有吗？没有。向西南进军。这个老狐狸可藏哪儿去了？参与敌军。这样，我们重来一遍，以中央舞台为中心，周边500米，继续给我搜。是。等会儿。如果他们不投降，那我们就消灭他。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，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、国内各民族奇葩、爱国、民主分子的大团结，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就要动手工作。老大，在乡村，老大。有步骤的实我知道你在上面。乡村改革，你回一声。在城市，老大，依靠工人，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、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，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。处长，这楼上我们搜过。等会儿。经济建设、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高潮。处长，多个梯子。老大，下面都是共产党，你赶紧跑吧，活命要紧。不都让你走了吗？你回来干什么呀？哎，老大，你听我说，现在跑还来得及，赶紧走。没有动静。
魏先生，我现在就是个阶下囚，不是什么先生。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，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，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。坐吧。为啥绝食啊？就是想见你一面。对于共产党来说，我不光是反革命，还是叛徒。反正你们判我死刑，要杀要剐，我都不好说。但我就是想见你一面，说说话。这可能是人之将死成这样。那也得吃饭啊！来，给你做的油泼面，趁热吃。没胃口。那饭不吃，老家的柿饼总得尝一个吧？来。咋？这味道变了？味道没变，世道变了。看到这个，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富平城乡下的你。是啊，22年了。当年富平城下，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。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对了，我就是特别想知道，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，啊，到处都是人头落地。你一个10几岁的孩子，怎么会跟着他们？你看到了什么？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。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，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、为人民去做些什么。那我做错什么了呢？你啊，你恰恰相反，你选择了荣华富贵，为一己之私。所以啊，为个人还是为国家，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，不同的道路，不同的结局。那个时候你是学生，我是先生；你是共产党，我是国民党。现在你是西北局的大书记，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1人。逢王败寇啊！我一心追随蒋先生，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。什么信仰？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。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，新中国已经建立了，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。什么历史啊？简单的说，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，你死，我名垂千古；你没死，我遗臭万年。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。
魏海啊，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。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，共产党就会垮台？另外，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。你既不会名垂千古，也不会遗臭万年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，只有党的利益。而我们党的利益，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，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，支持我们，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这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，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。一旦你们掌权，早晚都会变的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我们党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。早在进城的时候，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，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，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，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。我们党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。仲勋，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。你说。让我死得体面点。可以。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讲情感的。还有什么要求，或者要给家里交代什么，你都可以提。没了，孑然一身。谢谢。沈伯钦，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，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？沈伯钦，收到回电了。谁的回电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。念，快念给我听听。啰嗦。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，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，而愿意成为统一的、富强的、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。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，
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。给我看看，老四。新中国承认我了，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。仁熙，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，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呢？以前不敢想象，现在完全有可能。还有，路过西安的时候，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。老四，好，我来办。主席，张之忠先生到了。主席，恩来，好，文白先生好。文白先生，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，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，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，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。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来，请。哎呀，文白先生来的正好啊！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，中央也认为，不能等华北、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，再做西北的打算。当然了，困难也是不少的。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，西北地区辽阔，交通运输困难，运一担粮到新疆，要费10余担的军费啊！无论在军事上、经济上，还是从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，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，这是个大原则。具体办法嘛，等你到了西北，仲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。说到这儿了，我想有个不情之请。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，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，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，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。经过思前想后，我认为此事不妥。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，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、习、张为宜。文白先生，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。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，已经很受委屈了。恩来，主席，我是真诚的。文白先生，恩来啊，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，这样他在那里工作，就工作的舒服啊。是的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到了西北之后，我会尽快的开展工作，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所学、所知、所长全部贡献于工作。好啊，好，快喝口茶，一会儿茶都凉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坐。哎呀，文白先生、邢主席，舟车劳顿，辛苦了啊！但是你们这个到来，真是太及时了。我们代表西北局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下一步是这样的，我们准备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，作为西北地区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，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、军事工作的机构。今后要欢迎大量的人才不断的给我们涌入，这才对呀。是啊，
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，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，感慨颇多呀。14年的执政经验，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。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，还是心生感慨，思绪万千。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，为新中国的建设，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，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。这也是我的心声啊。好啊，好。这个诸位，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。中央的意思啊，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，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，兰州的财力有限，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，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。所以之前跟彭总、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。西安地处关中平原，又是历史古都，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？鄙人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，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。以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，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，底子很薄。我们在这里多年，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爱堂，很惭愧。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，也不失为上策。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，给中央打个报告，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同时啊，我代表中央啊，宣布一个决定，啊，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18兵团南下，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，协助刘邓的第2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！哎呀，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，我和虎子没什么遗憾了。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，小何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，白天骑马并行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，是吧，仲勋？啊？后来解放西安以后，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，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，哎，好些事儿不这么好办嘞。要走了，仲勋，谢谢你啊，彭老总，谢谢啊，谢谢诸位了啊，谢谢了。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，也是呢贺老总的践行会。新朋友加盟，这要庆祝；老朋友要远行，这得送别呀！啊，贺老总，怎么的？那咱们就胜利那天见。彭老总，保重。你也保重啊！来，彭总，您坐。仲勋啊，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，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，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？
彭总啊，还真有困难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在延聘委员。你比如说，像3元的如意利老先生，请了好几趟了，就是请不动啊。什么原因？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？派人去了几趟，都吃了闭门羹，只见到一次，就一句话，不再过问政治，一心归隐田园了。这怎么行呢？如老先生啊，这是一定要请来的。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，于右任的同学，当年辛亥光复，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，在后来的护国运动、护法运动，都参与其中，为陕西呀奔走疾呼，可谓是用心很深的。是啊，如老不仅在陕西，在整个西北，那的确是威望很高，影响深远。西安事变之后，蒋介石曾经托人，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，被他断然拒绝。47年，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伪国大，他更是把函电和汇款全退回去了。也许是真的对以往失望透顶了。看来这个症结就在这儿啊。他对我们共产党啊，看来了解的不够。周迅，当年呢，这刘备能够3顾茅庐，请出了诸葛亮，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？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如老先生吗？不行，这样，你亲自跑一趟，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。好，您放心，我就是再跑7趟8趟，我也保证把如老先生给请出来。钟旭，有你去，我就放心了啊！秦书记，就是这儿。好。哎呀，谢谢。又来了。来了。你好，赵书记，你咋又来了？我们有事拜见如老先生。啊，先生说了，这几天不见客。哎，咱们是朋友啊，我们不是客呀。那天你听到了，如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，可以随时来，不用通报。可是先生正在写字，恐怕不太方便吧？哎，我们轻点，咱们轻点啊！对对对，我们轻点，我们轻点。哎呀，还是国平兄有面子呀，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。但道桑马长，而无车马喧。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。先生，赵伯平书记来了。如老，打扰了，我们又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是太。如老，是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失礼了，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闯进来了。这位，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。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，得到消息后，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，希望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。如老啊，你好啊！好英文的书记。如老，是我失礼，早该来看您了。哎呀，还是没有说清，
随便坐坐吧。好，您老先坐。对，您坐。那请坐。哎，您坐，您坐，说说。哎。将军义气，足豪英。高士乾坤既务情。哎，先说句，和平上午，告诉我，杨虎城将军的遗骸在重庆被发现了，我的心一下子，所以先去看信，寄托我的爱子。这个蒋介石下如此毒手，杨虎城将军死不瞑目。先生为虎城将军写的这副挽词，是有感而发。虎城将军算是我的主角。更不会是我们关公的豪杰，单凭他发人深省、思想抗日的意识，就可以永垂不朽。是啊，只是可惜，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，虎城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。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！他小我10岁，不然当时的新中国建设的是大作用。可惜，那看来您老是赞成新中国的。我不想让新中国就不会留下来了。你说和平，虽然带给我那封信，我看了好几遍了，别让我到陕北去，后来我没去，他连累一下老小，更害怕给你们添麻烦，索性推出有许多专产的东西作用，才没有被人老小我下次才完。那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，那就应该为新中国做些事情嘛。就这个问题，我们探讨了几回，不管什么事都好说，唯独做饭这个问题免谈。卢老，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，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。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，推翻帝制，还是到护国讨袁，反对袁世凯称帝，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。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。谢谢。我是感觉我老了，跟不上这个时代了。自从在南京我撕了老蒋国民政府的官以后，我就下决心归隐田园，不再做饭。另外，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，信仰三民主义。和你们共产党有所不同，所以我不能违背自我自己的信仰去做政策。卢老，既然您说到政治，那依我看啊，
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。您信仰三民主义，我们信仰共产主义。可是在我看来啊，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，或者说呀，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。您看啊，我们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，这您支持吧？支持。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，那我们共产党呢，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，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，这您也支持吧？这一条，这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了，我当然支持。疾风和暴雨结成知己，然后把生命交给企鹅的土地。镰刀与锤头结成兄弟，然后把生命交给血染的红旗。与信仰相遇，找回生命的远近，不懈崎岖，寻觅真理，为强者奠基血色红旗。